俄罗斯的经济到底靠什么支撑？有观众评论说，想看一下俄罗斯的经济来源。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乌俄战争爆发后，美欧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结果这几年俄罗斯跟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还胖了一圈。虽然在2022年俄罗斯的 GDP 缩水了 2.1%， 但是到2023年 GDP 就涨了 3.6%， 2024年涨了 4.1%， 就算是到2025年 GDP 还涨了 1%。那么在这场长达数年的全面围堵中，俄罗斯到底靠什么在续命？到了2026年，俄罗斯所谓的战时经济又会发生什么？先说俄罗斯的经济来源，不管美欧怎么制裁，化石燃料和大宗商品依然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比如天然气，欧盟这边计划2027年前全面淘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而且有个东西叫长期合同豁免漏洞，再加上欧洲为了替代管道天然气，对天然气有着极其头铁的刚性需求，导致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这些国家依然在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2026年上半年，欧盟依然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最大的买家。根据芬兰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报告，在2026年5月和6月，欧盟吸收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总出口量的约 49%， 紧随其后的才是中国和日本。就算欧洲切断俄罗斯的能源，还有亚洲和中东，俄罗斯玩了一手向东看，中国和印度成了俄罗斯原油和煤炭的大金主。就拿2026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来说，中国吃下了俄罗斯 48%到 49% 的原油出口，外加 37% 的煤炭出口。印度老哥也不甘示弱，吸纳了 37% 的原油和 19% 的煤炭。至于精炼石油产品，最大买家变成了土耳其，占比高达 26%。 原油这东西则依靠影子舰队，为了限制俄罗斯原油，美欧搞了一个价格上限。为了规避制裁，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二手油轮，建立了一支极其庞大的影子舰队。这些油轮经常关闭应答器，在海上偷偷换旗，甚至换船倒油，成功绕开了美欧的限价机制。在2026年4月，就是这支影子舰队承运了俄罗斯 54% 的化石燃料出口量。除了卖能源，俄罗斯在国内也搞了一个战时经济，国家疯狂借钱印钞，然后把资金砸进军工复合体里，用造武器来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在2025年到2026年期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占到了政府总支出的约 30%， 占 GDP 的比重更是超过了 6%。 这笔资金砸下去，拉动了国内的工业生产，工厂满负荷运转。为了吸引劳动力去军工厂拧螺丝，或者直接拿枪上前线，俄罗斯政府提高了相关人员的工资，工人和士兵拿到了比以前多几倍的钱，转头就去商场里消费，买车、买房、买电视。这种资金下发，强行维持了国内大众的消费能力。从表面上看，俄罗斯经济一片繁荣，甚至在2023到2024年实现了强劲的经济扩张。但这种繁荣是虚假的，它掩盖了俄罗斯民用经济结构正在严重衰退的残酷事实。在2026年，这一问题已经很严峻了，俄罗斯战时经济就要终结，这点我们后面再聊。除了以上这些，火力军觉得最狠的还是压榨民众。2025年到2026年，因为美欧对俄罗斯主要能源巨头的制裁越来越紧，再加上影子舰队的运营越来越高，以及乌军的袭击，俄罗斯的外部能源收益在2026年一季度拉了个大的，同比暴跌 45%。 为了填补这个财政窟窿，普京政府直接撕毁了此前2030年前不加税的承诺，开始向国内开刀。2026年的联邦预算案直接通过上调 2% 增值税的法案，这笔多收上来的钱被明确规定直接拨给国防开支。中小企业的税率也提高了，政府还盯上了莫斯科数字交易平台的资金流量，准备验过拔毛。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实施了更严格的累进个人所得税，提高了企业所得税，甚至还搞出了一个技术税，专门针对国内进口商和电子产品。你买个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都得交新税，政府指望靠这个每年多筹集上万亿卢布，用来填补军费的无底洞。对普通老百姓加税还不算完，对精英阶层更是直接下狠手。克里姆林宫彻底打破了战前跟寡头集团达成的利益默契，开始推行极具强制色彩的自愿捐赠，也就是所谓的交保护费，不交那后果自负。比如参议员苏莱曼·克里莫夫这样的顶级富豪就被要求向联邦财政自愿注入巨额资金，克里莫夫单人就承诺提供1000亿卢布，约合12亿美元。整个寡头集团在2026年内累计向国库输送了近2200亿卢布，预计到年底，这种企业捐赠会达到3000亿卢布。如果你政治上不忠诚，或者被判定为非友好，那下场就更惨了。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申请没收并收归国有的经营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535亿欧元。这些被没收的优质化工、采矿和重工业资产通过联邦国有财产管理局
进行强制拍卖和转让，最后全部低价分配给了普京最核心的政治盟友，比如罗滕贝格家族。这一手玩得非常狠，不仅惩罚了有二心的人，还通过利益输送4次巩固了战时统治精英的忠诚度。除了这核心的3个办法，俄罗斯还有2个保底手段，一个是灰色清关与平行进口，美欧不卖零件，那就找代购。俄罗斯通过第三国搭建了庞大的物资规避网络。中国目前占据了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约 35%， 而中亚国家像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再加上土耳其和阿联酋，成了美欧商品流入俄罗斯的关键中转站。通过这些渠道，俄罗斯勉强维持住了工业运转与国内消费市场。另一个保底手段则是农业和其他大宗商品。俄罗斯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也是主要的化肥出口国。美欧怕全球粮食断供，所以一直没敢对俄罗斯农产品与化肥实施全面禁运。再加上黄金、铝、油这些贵金属，依然能通过各种渠道换取外汇，这给俄罗斯回了一大口血。靠着卖资源，加上国内投资军工，再加上向全民挥刀的手段，俄罗斯经济在2026年依然维持着战争的高昂开销，只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种饮鸩止渴的模式给俄罗斯长期经济埋下了炸弹，通胀率飙升到了 8% 以上，基准利率居高不下，劳动力严重短缺，这些隐患在2026年彻底爆发。俄罗斯经济之所以能在前几年抗住压力，不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创新能力有多强，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科技突然爆发了。在火力军看来，这是在透支俄罗斯的未来。现在战时经济已经要终结了。火力军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劳动力与生产资本的透支。俄罗斯现在的失业率降到了病态的 2%， 听起来好像大家都就业了，很牛对吧？错，这不是因为经济繁荣，而是因为数十万青壮年被送到了前线填战壕，大规模高素质人才怕被拉壮丁直接出国，剩下的劳动力全被塞进军工厂进行超负荷运转。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说了句大实话，当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被强制就业时，你想要再增加产量，就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了。但问题是，美欧断供了精密零部件和先进数控机床，你拿什么提高生产率？靠手搓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怎么往军工里砸钱，也造不出更多的坦克和导弹。这些多出来的钱只转化为恶性通货膨胀，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变成废纸，导致民用经济严重滞胀。其次，打到现在，俄罗斯之前攒的家底基本被耗尽了。在2022年开打的时候，国家福利基金里还有占 GDP 约 6.5% 的液态资产，那是普京攒了多年的保命钱。到了2026年4月，这笔钱已经被抽干到了只剩 1.8%， 跌破警戒线。政府没法再像以前那样遇到赤字就去小金库里提款，抵御外部油价冲击的能力基本清零。这还只是一部分，央行基准利率从战前的 7.5% 左右一路狂飙到2026年预测的 14% 到 14.5%， 只能靠超高利率来压制物价飞涨。名义 GDP 增速从 4.7% 直接断崖下跌到 0.4%， 民用部门萎缩，经济实质性停滞，企业逾期债务从占 GDP 的 2.4% 飙升到 3.8%， 实体经济资金链断裂。最恐怖的是还是财政收入。2026年第一季度联邦预算总收入大约是 8.309万亿卢布，约合1056亿美元，看起来不少，但是国防与国家安全支出直接干掉了 5.908万亿卢布，占总支出的 46%， 创下了历史记录。其中有 4.9万亿卢布属于秘密预算，这些钱绝大部分用在黑市上买武器规避制裁，财政透明度降到冰点，谁也不知道钱具体花哪儿了。大家可能对这些数字没概念，火力军算笔账。2026年俄罗斯前线的日常战争消耗每天烧掉650亿卢布，约 9.16 亿美元，每小时烧掉27亿卢布，约3800万美元，这谁顶得住？所以俄罗斯一季度的财政赤字飙升到了 4.6 万亿卢布。要知道，俄罗斯一开始定的全年赤字目标才 3.8 万亿，3个月就把1年的额度超额完成。到了5月底，赤字更是突破了6万亿卢布。经济衰退带来的后果正在全方位地反噬俄罗斯。首先，非军工民用部门与中产阶级被系统性抽血。为了凑够前线的军费，克里姆林宫开始大幅削减民生开支。2026年，在扣除通胀因素后，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支出实际降幅高达 26.6%， 综合民生开支下降了 3.8%。以前的大规模住房安居补贴与优惠抵押贷款项目全部叫停。俄罗斯民众一边忍着物价飞涨，一边发现自己的公共福利直接倒退回了20年前。其次，地方政府濒临破产，中央没钱了怎么办？甩锅给地方。联邦政府把动员士兵补贴、退伍军人抚恤金这些地缘政治成本强行分摊给地方政府，同时还冻结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到了2026年初，全国超过2/3的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地方政府又没有权利自己加税，只能疯狂砍预算。
比如传统重工业基地科迈罗沃州直接砍掉了20%的教育预算与30%的公共医疗保障。海参崴所在的滨海边疆区也因为福利基金告罄，大举削减社保项目。就连莫斯科和莫斯科州这种富得流油的金融重镇，在2026年春季也被迫强制裁减了15%的基层公务员，连修桥铺路的基建投资都停了。战时经济的终结导致金融体系随时可能爆雷，央行把基准利率拉到14.5%，这就意味着除了军工厂有国家补贴，其他所有私营大企业根本借不到钱，一旦借了，光利息就能把利润吃干抹净。2026年春季，企业逾期债务飙升至8万亿卢布，不良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攀升至11%的历史高位。因为流动性枯竭，包括2家大型国有银行在内的5家主要银行资本充足率已经跌破了11.5%，这是国际监管红色警戒线。只要外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就有崩盘的风险。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俄罗斯只能依赖其他国家。2026年，中俄贸易额暴增至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35%以上。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卢布结算体系和资产配置已经离不开中国金融中介网络。曾经心高气傲的北极熊，现在只能当小老弟。经济烂就算了，还要天天面临乌克兰无人机的起点输出，俄罗斯很可能到2027年就要爆炸了。2026年，乌克兰空袭常态化，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对俄罗斯本土的石化基础设施进行了极限1换1，直接精准打击了俄罗斯38家大型炼油厂中的21家。这波操作直接瘫痪了俄罗斯全国约25%的汽油生产能力，连支撑莫斯科燃料供给的2赞炼油厂以及莫斯科郊区的核心提炼设施都没能幸免。这场空袭不仅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更引发了席卷全俄罗斯11个市区的连锁危机。俄罗斯国内爆发了燃料供给短缺和消费恐慌。2026年6月，全俄超过半数的联邦主体报告了燃油限购。在克里米亚，地方政府进入紧急状态，完全禁止向民众出售燃料。在受灾严重的沃罗涅日、别尔哥罗德以及未受空袭直接波及的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如伊尔库茨克和外贝加尔，加油站的排队车龙一度延伸达10公里。这事儿对前线也有影响。由于石化基础设施遭到打击，俄罗斯的柴油产量在2026年4月和5月分别萎缩了100万吨和60万吨，导致东部和南部战区的后勤卡车、坦克以及装甲运输车的燃油保障出现间歇性中断。因为电油能力废了，多余的原油没法加工，又没有足够的出口管道，只能眼睁睁地堆在港口里。2026年4月，俄罗斯海运原油出口量暴跌24%。最搞笑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传统能源出口国之一，俄罗斯居然闹起了油荒。为了遏制国内汽油短缺引发的恐慌，克里姆林宫被迫修改税法，甚至由国家财政自掏腰包补贴运输成本，紧急向印度和白俄罗斯反向采购精炼汽油。2026年6月上半月，白俄罗斯通过铁路向俄罗斯输送的汽油量比5月份暴增了3倍，而印度更是通过多艘油轮向俄罗斯紧急倒卖至少6万吨的高价汽油。火力军看到这里都忍不住笑了，这波是印度在俄罗斯身上薅羊毛。这一系列的袭击给俄罗斯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心理重创，连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以及红场阅兵这种装点门面的盛会，都因为怕被无人机一锅端，被迫缩减规模，取消核心展示环节。开幕式的时候，甚至还能看到不远处港口被炸起的滚滚浓烟。这种强烈的反差与俄罗斯网民和精英阶层陷入了焦虑。俄罗斯经济到底还能撑多久？对于这个问题，火力军的判断是：2026年，俄罗斯虽然惨，但还没到马上暴毙的程度，属于勉力支撑但高度脆弱的阶段。克里姆林宫手里还有几张非常极端的底牌，可以强行续命，比如强制买国债和强行印钱。国内商业银行手里还有点钱，政府可以直接下行政命令，拿枪指着银行的脑袋，逼他们用超高的贴现率买政府发行的国债。实在不行，央行还可以私下伪装，直接印钞机冒烟，把印出来的新钱发给当兵的买工资、买武器，代价就是恶性通货膨胀。俄罗斯民众手里的卢布彻底变成废纸，也能继续压榨民众。在战时状态下，政府想怎么捏民众就怎么捏，没有下限。只要为了筹军费，普京随时可以发到总统令，无限期冻结所有民用基础设施改造，把医院、学校、科研的非紧急拨款全停了，只要不死人就往死里炸。通过大幅降低这 1.4 亿人的生活水平，换取账面上的财政资源。不过这两招只能拖延时间。从地缘战略和经济模型来看，俄罗斯经济维持现有战争烈度的时间上限，也就是再撑12到18个月，大概到2027年的春季和夏季。进入2027年，制约俄罗斯战争机器的瓶颈就不再是钱了，而是人和物理工业潜能。福利基金彻底归零，企业债务大面积暴雷，非军工领域的劳动力枯竭。到那时，俄罗斯将无可避免地撞上生存的南墙。对于普京来说，他将在2027年面临一个关乎政权存亡的终极抉择：要么彻底掀桌子，
实行苏联式全面军管与战时指令动员，把国家彻底变成一个大军营，放弃苏联解体后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点民生与自由市场参与，要么就在谈判桌上认怂，在地缘利益上做出实质性让步，缩减在乌克兰的战争规模。总的来说，俄罗斯这场国内繁荣的美梦终究要醒了。在耗尽了国家福利基金后，这场战争造成的后果必将由全体俄罗斯民众和精英阶层用几代人的时间去慢慢偿还。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经济还能撑多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